喺香港揾裝修訂造家私公司，一定唔難聽過幾萬蚊就可以完成全屋訂製。但有冇諗過，萬一真係揾咗佢哋，會發生啲乜嘢事？如果唔想中伏嘅話，就要繼續留意落去啦。根據真實嘅一啲求助客戶反映，呢啲幾萬蚊嘅宣傳，只不過係吸引你落搭嘅開頭。首先，佢哋會通過上門度尺同你進一步交流。呢個時候，佢哋就會好容易利用咗登門檻效應或者你嘅沉入成本，去增加個報價。而呢個時候，報價其實已經係原先嘅2倍。你以為真係淨係2倍咁簡單？當你落搭之後，佢哋就會話，其實當初嘅報價有好多嘅物料都係唔包㗎，好似啲燈啊、五金配件咁樣，然後再向消費者要求額外收費。而且呢啲廉價成本嘅背後，好多時都係因為可能呢啲公司缺乏咗好多專業認可嘅牌照，就好似水電、鋁窗或者小型工程牌照咁樣。然後佢哋會以此為由，要加價外聘一啲工人去完成翻水電工程咁樣。最後埋尾，價錢可能翻咗4倍，甚至更加多。唔好以為加咗錢，單位嘅員工效果就會同你想象嘅一樣喎。因為有唔少嘅求助個案都反映，佢哋幫襯呢類公司之後，裝修員工嘅效果同一開初睇到好靚嘅 3D 圖，真係可以話係毫無關聯，貨不對版。不過好可惜，呢個時候消費者已經俾晒錢，無奈都要接受收貨。但係你以為咁樣就完？錯，除咗質量差、手工差、過程不斷加價之外，仲有一個消費者經常忽略嘅問題，就係黑工問題。雖然唔係全部嘅公司，但係有部分公司都有機會為咗降低成本而鋌而走險聘請黑工。而只要一涉及黑工，又會帶嚟頭先所講過缺乏小型工程牌照嘅問題。現時屋宇署就187項小型工程都納入咗小型工程監管制度。如果業主或者消費者有意或者無意聘用咗未經註冊嘅小型工程承辦商進行小型工程，業主或者消費者就有負上法律責任嘅風險。而且市面上可能有一啲裝修或者訂造家私公司為咗瞞騙業主或者消費者而向他人借取小型工程牌照，而呢一種借牌行為其實係屬於違反商品說明條例。但即使係咁，倘若工程發生意外，保險公司都一定會仔細審查所有嘅資料，確保其真確性，先會作出賠償。所以當業主或者消費者光顧嘅裝修或者訂造家私公司涉及借牌或者無牌工作嘅時候，保險公司隨時可能唔會作出任何賠償，引致業主或者消費者將可能需要承擔所有嘅賠償風險。有啲消費者可能會誤會，唔係自己直接聘請黑工就冇問題，但係其實呢啲黑工冇勞保，亦都唔受勞工保險嘅保障。其實就算幾小心，安全意識做得幾足夠都好，意外始終係無常嘅。萬一佢哋喺工作中不幸發生意外，黑心公司就好可能會因為賠償金額過大，無力償還，而選擇清盤結算或者逃走，令到業主或者消費者可能需要承擔起全部嘅賠償責任。其中一個案例就係黑工喺工作期間發生意外，最終業主就需要負上責任，賠償呢名黑工同埋其家屬所追討嘅索償，而賠償金額更加係以千萬計算。咁你以為淨係金錢上面嘅損失？都唔係。因為黑工仲會令你需要承擔起法律責任嘅風險。要知道，入境處喺執法嘅時候係唔需要入屋搜查令，即使業主或者消費者喺唔知情嘅情況之下聘請咗黑工，一旦發現，同樣係要負上刑事法律責任嘅風險。根據第331章入境事務隊條例第13條，進入處所和搜尋疑犯的權力。有需要嘅時候，事務隊係可以要求單位居住者或者掌管人，俾事務隊人員進入去搜查該地方。
我想喺度提醒，根據香港法例，所有旅客喺未獲入境處處長批准之前，均不得在港從事任何有薪或無薪嘅僱傭工作、開辦或參與任何業務。違者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罰款5萬元及監禁2年。入境處重申，非法勞工固然要面臨刑事責任，但係僱用不可合法受僱嘅人亦係嚴重罪行。任何人士如果僱用不可合法受僱嘅人，即屬違法，最高嘅刑罰為罰款50萬元及監禁10年。而且唔單止係自身，呢種情況仲會影響到家庭嘅聲譽同埋福祉。根據新聞報導顯示，只要涉及聘請黑工，一旦被發現，就會蒙上被沒收公屋嘅風險。試想像，咁辛苦先獲派公屋，但係因為一時貪平揀錯公司，而蒙上被沒收公屋嘅風險，又值唔值得呢？同時，因為招惹咗法律訴訟，為家庭帶嚟法律煩惱風險同埋負擔。再者，黑工被捕或者因為其他原因中斷工程都好，都會導致工程爛尾，業主或者消費者將會面臨額外嘅損失同埋煩惱。錢同埋法律我哋都講咗啦，但係黑工裝修安全隱憂都唔可以忽視，因為黑工通常都缺乏咗必要嘅專業訓練同埋認可牌照，令到佢哋喺施工過程入邊安全意識都比較薄弱，容易發生各類型嘅事故。咁樣唔止可能對工人自身造成傷害，仲可能影響到其他住戶嘅安全。當佢哋喺施工過程對工程嘅質量同埋安全考慮不當嘅時候，可能就會令到安裝嘅家私喺日後面臨倒塌嘅風險，甚至係水電工程留下安全嘅隱憂，導致造成火災、漏電等等意外嘅風險，禍及到業主同埋消費者自身同埋屋企人嘅安全。後續嘅維修同埋整改都會耗費更加多嘅時間同埋金錢。我哋呢條片係旨在提醒各位消費者，無意貶低他人作為銷售手段，同時我哋亦都無意挑釁任何同行嘅運作模式，或者甚至有同行根本唔知道自身出現問題，所以我哋都希望可以作出提醒。雖然係冒住可能被外界攻擊嘅風險，但係為咗履行 ESG 當中 S social 嘅責任，我哋都會希望提醒社會各界能夠了解現時社會上裝修或訂造家私公司一啲不恰當嘅銷售手段。希望各位消費者能夠精明咁樣揀選裝修同埋訂造家私公司。如果想了解更多，歡迎瀏覽 DIC 嘅網站。網站上面除咗有1000個真實客戶滿意個案，同埋近2000個參考個案不斷持續更新之外，仲有大量真實設計同埋 3D 效果圖。DIC 嘅每項工程步驟都必須嚴格遵循3大國際 ISO 指引，當中包括質量管理體系、環境管理體系同埋職業健康及安全管理體系。設計情報中心係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進智工程有限公司，持牌進行相關嘅裝修同埋小型工程，而且 DIC 仲推出咗自家會員計劃 DPoints，提供一個全新優惠平台俾客人使用。只要登記成為會員，無論日後係自己裝修定係推薦親友選用 DIC， 都可以輕鬆賺取 DPoints 積分。凡係 DIC 嘅舊客戶成功推薦親友開單，並且喺發票上面註明推薦人嘅姓名同埋 DPoints 會員號碼，喺裝修完成後，推薦人最高更可獲得雙倍 DPoints 積分添。就算推薦人未曾惠顧 DIC， 只要成功登記成為 DPoints 會員，而且推薦親友開單，並且喺發票上面註明推薦人嘅姓名同埋 DPoints 會員編號，喺裝修完成之後，推薦人都可以獲得 DPoints 積分。客人可以透過 DPoints 裏面嘅積分換領各式各樣嘅禮品同埋服務。而家就即刻成為我哋 DPoints 會員，一齊賺取無限獎賞。想知道我哋嘅工程限額滿咗未？咁就要睇下設計情報中心嘅 DIC 開單及工程統計圖表啦。
設計情報中心擁有自家設計師同埋裝修團隊，並唔係平台式經營，務求以準時同埋高質素嘅服務，令客人對我哋有更大嘅信心。設計情報中心為客戶着緊每一個步驟，確保工程質量。每一個部門進行嘅每一個步驟都必須遵從我哋嘅公司管理文化，以及嚴格按照國際標準 ISO 嘅指引。由於設計需時，為咗確保工程嘅質素唔受影響，所以設計情報中心唔會攬接工程，因此設有接單量嘅上限。每一位嚟到門市同設計師會面嘅客人，都可以由 DIC 開單及工程統計圖表當中睇到工程嘅統計圖表同埋分佈地圖。客戶可以了解到設計情報中心而家有幾多單負責緊嘅工程，所有嘅資料都係實時更新，顯示現有工程同埋上限嘅比例。只要一達到工程上限，設計情報中心就唔會再接受新嘅工程，確保我哋嘅團隊能夠以最高嘅水準去做好每一單工作。正正係因為我哋有咁高水準嘅管理，以及堅拒攬接工程嘅服務精神，所以我哋先可以成為眾多客戶喜愛嘅室內設計同埋裝修一條龍服務公司。